这是什么地方？古代魂穿，这太夸张了！你是不是想逼死我才甘心？说呀，谁让你收留他们的？小雅，我哥和我嫂子前些年就撒手人寰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2个孩子流落街头啊！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诗然给休了。哎，他被休出门是他自己没本事，我凭什么要养他和他妹妹啊？啊！婶婶，我和诗允会乖乖的，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所以现在小雅是我姐姐，这位是我们的叔叔，那位是我们的婶婶。告诉你，我已经看上苏太医的女儿了。姬若早就答应我，只要我迎娶了她，她就让苏太医引荐我去太医院等差。我辛辛苦苦供你学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也说了，你除了跟我学医之外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没资格阻挠我的前程。听懂了，就拿着这份休书，给我滚！给我滚！上次我没能帮到你，眼睁睁看着你离开。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那么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让你荣华傍身，将那个软饭男的脸狠狠按在地上摩擦。小允，你醒了。婶婶，我们不会白留在这里，我们会干活的。你还没有一个孩子懂事。哎，我这么斤斤计较，还不是你没本事？开了这么个破药铺，一天到晚没几个病人。有没有人？赶紧救人！啊！瞧瞧这穿戴，肯定非富即贵。哎呀，哎，你好好给人家治。只要你们能让我家主子平安醒过来，你们要多少诊金我们都照付不误。是。病人昏迷之前可有什么症状？没有，就是忽然就晕了过去。那病人之前可有什么隐疾？没有啊，我家主子身体一直都很硬朗。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治不了，我们去找其他大夫。大人，我们能治。病人面红气浓，热且出汗，应该是中暑了。此人手脚轻微抽搐，嘴角紧抿成下，绝不只是简单的中暑。二位稍等，我这就去煎药。你们2个还不赶紧过来帮忙？书房太热，我去就好，你留在这里。如果真的只是按照中暑治疗，不但1分钱都赚不上，还得被抓去吃牢饭。唉，我总要想想办法才行，不能刚睁开眼睛就要被连累着一起蹲大牢。现在回宫肯定来不及，不如请苏太医过来。陛下微服出访，
下了死命不得宣扬。况且现在情况危急，就是找太医过来，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呀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说，你刚给我家主子吃了什么？知不知道我家主子是谁？在我面前，他只是个病人。你还敢顶嘴？哎，大人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丫头不知道给我家主子吃了什么。啊！谁让你随便乱动病人的？我这是在救他。你懂什么是救人？你认识药材？认识字儿吗？对不起，婶婶，我替小允给您道歉。光道歉有什么用？要是病人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哎呀，我怎么就摊上你们两个丧门的东西啊？都给我闭嘴！现在赶紧想办法。要是我家主子真出什么意外，你们谁也跑不掉。你到底给病人吃了什么药？不管什么药，我都能用银针排毒化解。你快说呀！我调配的药，没人能解开。小允，你就别闹了，只要你说，我都能解得开。地藏花、青莲、紫叶草、墨叶莲、蛇弦果碾碎成末后，再以白参果的药液当药引团成的药丸。这怎么都是极寒之物呀？跟中暑所需要的药材完全相反啊！行，管它是寒是热的，你还就用银针解呀？我确实解不开啊！早说了你是解不开的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侵犯我家主子！来人！大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几位别动怒，我虽然解不开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药不会完全被吸收。我现在就从病人嘴里把药拿出来。不能拿，要是现在把药拿出来，就前功尽弃了。小允，你别乱跑呀！我和你叔叔好心收留你们，就这么报答我不要啊！难怪许清河把你休出门。要我说，你就是活该。婶婶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看好小允的。没有以后，现在你们两个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不要过来，过来！赶紧给我出去！别在这儿捣乱！都给我站住！要是我主子出事儿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把药拿出来，不然真会出人命的。叔叔不能拿，你相信我。信你什么啊？你快把我们俩给害死了！小允，别捣乱了，走吧。我没添乱，我是在帮他们。再等等，病人就能醒了。醒什么醒啊？啊！那人要能醒过来，我跟你姓！出来，走啊你！走过来，走！来人，让他们全都抓！醒了？难道我听错了？赶紧给我想办法！稍安勿躁，我现在就把药取出来。赶紧把你妹妹带走！小允，别添乱，别耽误叔叔救人啊！他根本就不是在救人，是在害人呢！你个小丧门星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真不想活了！再敢耽误我主子治疗，现在就让人砍了你的脑袋！蠢儿不自知，明明是你们在耽误我救人。放肆！别伤害孩子，我现在就救人。叔叔，你信我一次，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做，病人一定能醒过来的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打什么保障？你根本不懂医术，我就是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明白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有理啊！婶婶，别生气，小允只是想帮忙而已。看看，想帮什么忙？分明是要害死我和你叔叔！别吵了，再吵病人就……醒了。主子，你怎么样？主子，
主子，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别愣着了，快去把药拿出来呀！来不及了，原本含在口中的药已经被病人吸收了，不然病人也不会吐血抽搐过。那是，哎呀，那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呀！给病人的药都是中暑的大忌，我现在就是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呀！这么说，这个人保不住了。病人没什么大碍，不过还需要再等等。你还敢说话？婶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看好小允。好不容易来了个病人，可他倒好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看我没有收留你和你姐姐，你们两个丧门星，你就是故意报复我和你叔叔的，是不是？我不会拿人命开玩笑。少说没用的。你要是真会治病，我以后我就把你当观音菩萨似的供起来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叔叔，病人好像没事了。主子，你醒醒啊！主子，真出什么事儿，我们也不活了。小然，你不懂，病人不吐血不抽搐，不代表病人没事儿。可是，小然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回光返照？你是说这人马上就要不行了？哎呀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要不是你，能出这档事儿吗？小允，快跟叔叔婶婶道歉啊！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都快闹出人命了啊！你还说你没错？这个人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我和你叔叔这药铺，以后还怎么开呀？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婶婶，对不起，我愿意替小允承担。承担？哼，你拿什么承担？要钱没钱，有什么没什么。哎呀，算了，咱们去跟人家认错。既然是咱们的责任，咱们就不能推脱。没必要认错，反正很快他们就会跟我们道谢的。小允，别乱说话。今天的事谁也跑不掉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！大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算了，是我照看孩子不周，才让孩子做出这样的事。既然闹出人命，我愿意一命抵一命。哎呀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你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小云和小然是我哥哥唯一的血脉，我绝不能看着你们有事。虽然医术不精，但贵在有责任和担当。大人，做错事的是我妹妹，我愿意替我妹妹偿命。小然，你这孩子，用我的命也行，用我的。够了！今天谁也跑不掉，全都要人头落地！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妻子和孩子吧！就算闹出人命，那也是一条。凭什么让我们所有人都陪葬？所有人陪葬都不够，要捉你们九族！这还捉我们九族？你以为你们主子是谁呀？当今陛下吗？没错，我们主子就是当今天子。谋害当今陛下，你们就是有100条命也担待不起。把他们通通押入天牢，拉进去查办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两个丧门的东西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就是害怕。怕什么？反正也死不了。你算老几啊？你说不死就不死啊？陛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陛下，陛下，你不是说这人……呸！陛下没救了吗？按理来说是救不了才对，怎么现在……
因为你这个蒙古大夫太蠢了。陛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陛下，微臣这就带您回宫找太医。陛下放心，伤害你龙体的人，微臣绝不放过，全部带走。是。住手！你们要把我的救命恩人带到哪里去？陛下，你没事了？方才吐了一口血，感觉舒畅多了。那他们这是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病人虽然表现出中暑的症状，但其病因却是淤血内积所致。一味的驱暑只会耽误病情，唯有除瘀才是良策。陛下以前应该受过很严重的伤。他竟然连陛下的旧疾都诊出来了，啥意思啊？说白了，小允没有害了人家，反而救了人家。啊？这么说，咱们不用死了？不但咱们死不了，咱们还能拿赏银呢。太好了。对了，小允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下面有请麦教授上台领奖。15年前，麦教授亲身研发了比翼神针醒脑开窍理论，成为现在针灸的奠基人。10年前，麦教授提出弱病正治，其创立的中药复方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获得广泛应用。8年前，麦杰教授独创浊毒理论。6年前，麦杰教授提出肾虚血瘀论。3年前，麦杰教授提出9种体质分类。可能咱们家的爷爷爹爹都是大夫吧？或许这小允从小就耳濡目染。对，咱们家小允真是神童啊！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外甥女儿。放肆！陛下面前不得喧哗。小允，陛下面前不得放肆。陛下万岁万万岁！凭什么？快过来领赏吧！不是草民救的陛下，是草民的外甥女。你小小年纪，如何会懂医？算是本能吧。草民世代从医，孩子从小看多了就学会了。既然你救了朕的命，朕自然会报答你。这下发财了！小允，这是我们的福星啊！你拿着。婶婶，我不能要。没啥不能要的。今天要不是小允，就凭你叔叔这本事，别说赚钱了，快把命都搭进去了。我虽然嘴是不好，但你好歹也叫我一声婶婶，我不能这么没良心。这些钱你好好拿着，以后带着小允把日子过好，让许清和那个王八蛋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没有他，你也能活得很好。小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不能要。送到手的钱为什么不能要啊？小允，你还太小，不知道钱的重要性。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普通老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的？对呀，钱固然重要，但并不是万能的。有些心病还需要心药医。小允，这可是10000两。小允，别闹了，这可是很高的赏赐了。还不够，我还要更高的。什么更高的？
钱？小允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？怎么跟见了鬼似的？小允他疯了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这些钱我们不能要。放肆！竟敢拒赏！你不要钱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入宫进太医院。你进太医院做什么？听说太医院是医术最好的人云集的地方，我也想进去试试。姐姐，小允好饿。小允乖，等一下姐姐就带你去吃好吃的啊。你怎么还带着这个拖油瓶赖在这里啊？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休了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你让我和小允怎么活呀？你们两个的死活跟我没关系。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们。我求求你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给我些钱好不好？我警告你，要死带上这个拖油瓶，给我死远点！我马上就要娶苏太医的女儿进入太医院，你要是敢坏我的好事，我饶不了你！我拼命都想守护的人，没人可以伤害。我一定要让那个吃软饭的渣子付出代价。小允，太医院什么官职最高？自然是院判。就是这几年太医院的院判之位一直空缺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论资历，非苏太医莫属。小丫头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因为我要当太医院院判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当院判？你咋不说你要上天呢？太医院院判统领百医，并非儿戏呀。医术上的事情，我从不开玩笑。就你也要当院判？你才多大呀？牙长齐了吗？你怎么说话的呀？啊，我们家小孩还小，不懂是正常。人活着，谁还没有追求目标了？啊？怎么，做白日梦犯法啊？谢谢你维护小允。小允毕竟是我的亲外甥女儿，我说她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其他人想说我外甥女一句不是，小心我撕烂他的嘴。太医院的院判不但需要医术高超，而且需要沉稳和细腻的心态，所以历来进入太医院做院判的太医都是年过花甲之人呐。可你……敢问陛下，那究竟是医术重要还是年纪重要呢？你放肆！你别以为你治好了陛下就可以在这胡搅蛮缠，谁知道刚刚是不是巧合？如果我能把你的顽疾给治好呢？我多年顽疾缠身这事儿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怎么样，敢赌吗？好啊，只要你能治好我多年的顽疾，我愿跪地叩头，亲自为你跟陛下请官。但如果你输了，如果我输了，你就当我刚才在白日做梦，陛下的赏赐我分文不要。哎，小允，你别闹了，咱们还是要钱吧。啊，那可是1万两啊，哪有放着送到面前的钱不要的？许清河敢做出那样无耻的事，我就一定要让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小允，我知道你想帮我出气，但拿1万两去赌，代价太大了。我只想咱们和叔叔婶婶安心过日子。至于许清河，算了。啊，对对，凭什么要为了别人委屈自己？看在你救过朕的份上，如果你现在后悔，朕可以让你收回你刚刚说过的话，依旧给你1万两的赏赐。我既然敢说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小丫头，我倒想看看你还能吹牛吹到什么时候。
干什么？蹲下！我可是当朝工部尚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按照他说的做。哎呀！死丫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正骨。陛下，这丫头就是公报私仇，以微臣之见，应即刻将她。我的右手不抖了，好像能用上力气了。我记得几年前你右手被砸伤，便留下了隐疾，就连握笔的时候都控制不住颤抖。现在真好了，好了，真好了。小丫头，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隐疾的？他从一进门便惯用左手，但他的右手却布满老茧，明显他并不是个左撇子。且他左臂笔直，右臂却稍显弓状，如此种种，足以证明他的右手骨头存在问题。所以你刚刚为他正骨。正骨，我早有耳闻。不过据说这项手艺在800年前已经失传。允儿，你怎么会？说来话长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要是真从头说起，黄花菜都得说凉了。赶紧闭嘴吧！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要是有小雨一半本事，我也不用跟你吃这么多年的苦。陛下，此女年纪虽小，却医术过人，微臣恳请陛下准许其进太医院为新一任院判。臣附议。还不过来领旨？陛下，刘氏之女医术高超，医德高尚，朕甚慰。今册封为太医院院判，赐白银10000两。此院判府供其居住，钦此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明日你便进宫任职，届时朕会亲自迎接你入宫。谢陛下。小爷，你真是我家的福星啊！那小允进宫会不会被许清河为难？是啊，小允的医术再好，说到底还是个孩子。最应该害怕的人不是我，而是许清河。没错，以后咱们家小允就是许清河的顶头上司。没错。走，现在我带你去街上买衣裳去。明天我们进宫就要风风光光的，不能让那个白眼狼看不起。明日我进宫，一定要亲手将那个渣男的脸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。什么事儿？慌慌忙忙的。刚刚我父亲派人传话回来，说是太医院新上了一位院判，而且颇受陛下赏识。什么人啊？这么厉害？既然我父亲没有当上院判，那你可要好好表现，给这位新院判留下一个好印象。这样到时候新院判赏识你，再加上我父亲跟你撑腰，日后你一定能在太医院里平步青云。放心，我一定能让新院判为我所用。现在还不是闹的时候，这新院判刚刚上任，你快速速去更衣，与我进宫迎接新院判。好，我这就去更衣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你休了的下堂东西。这帮人真是没规矩，皇宫重地，岂能随意乱闯？他就是个只知道洗衣做饭的黄脸婆吧，懂什么规矩？自然没办法跟你这个千金大小姐相提。我到底和你夫妻一场，
你怎么能这般羞辱我？你少在这给我套近乎！我现在的夫人是苏家大小姐，至于你，我都已经忘了你是谁。你个挨千刀的啊！要不是施然供你学医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他自己犯贱自己乐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而且说到底，他应该感谢我。如果不是我，就他这样带着一个拖油瓶的笨女，谁愿意娶啊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靠不打死你！久违了，渣男！你带着这么一群穷亲戚来皇宫，不会是来告御状的吧？柳诗然，你贱不贱？休书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还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。而且我说到底了，你这7年一无所处，已经犯了7出之罪。是我心软，只是把你休了。按道理，你应该进猪笼。那是因为你一直在逼我喝打胎药。人能渣成你这样，也算是出类拔萃了。小兔崽子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随便叫，你现在叫的越大声，一会儿就会越惨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识相的就赶紧滚！我和金若还要等着院判大人，没空陪你们在这闹。来人，还不赶紧把他们都撵走！我们小允是要进宫任职的，谁敢对他不敬？任职？他能进宫任什么职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活不起了？进宫当奴才？你柳诗然，我知道清河把你休了，对你刺激很大，但你真的没必要把这个事情闹到宫里来。如果惊动了陛下，你们可都是要掉脑袋！我呸！你一个抢有妇之夫的人，你还有理了啊？你不就是投胎好吗？得意什么？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父亲是当朝太医，我的姨母是当朝太后，我投胎就是比你好。像柳诗然这样的下贱东西，天生贱命，你只能把我看上的男人乖乖让给我。一个软饭男而已，你喜欢就拿去好了。死丫头，你闭嘴！我现在是太医院的医生，你知道污蔑朝廷命官罪过有多大吗？干什么？院判、太医、立木、医士、医生，说白了，你就是个吊车尾的，连单独看病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给太医打下手。所以你得意的点在哪里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不是说你来任职的吗？那你说说，你任的是什么职？肯定是进宫当奴才吧，不然还能是做院判啊？咱家见过院判大人。怎么可能？请院判大人随咱家入宫。哎，等等，谁跟你说他是院判了？陛下说了，院判大人今日进宫入职，可门口就这几个人啊。他们几个是来闹事的。陛下说了，院判大人就是柳氏女子，而且年纪极轻。这京城姓柳的人多了去了，怎么可能是一个黄毛丫头？高公公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她才多大，字都不认得，也就只会玩个泥巴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太医院院判？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就是，我看你呀，是从小玩泥巴长大。我们家小雨呀，可跟你不一样，他可厉害着呢。放肆！没有必要为这种人生气，把他们打发走就好了嘛。赶走！高公公还不动手？难道真是咱家认错人了？动手！你放开我！住手！刘大人，这儿有人冒充院判，蒙混进宫。冒充院判？大人，这些人胆大包天，不过我来处理就好，不用您亲自动手。胆大包天的人是你，柳院判。他真的是院判？怎么可能？刘大人，
这个笑话不好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你什么身份？胆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放开我，叔叔！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滚！你这些可都是有院判的家人，还不赶紧住手！打人了！小丫头，当真是院判？千真万确。前些时日，我亲眼所见他救了陛下，也亲耳听见陛下亲自册封他为新一任院判。就算他是院判有用，金若可是太后的亲外甥女儿。死丫头，说你是怎么骗到院判的位置？小允可是拿自己本事得到的。凭自己的本事？骗得了别人，骗不过我。他什么本事，我不知道吗？除了哭，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一个赔钱货。你小崽子，以前我可是你亲戚，以前我对你也不差。不如这样，你把院判的位置让给我，怎么样？你将我休出门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拿小允的院判？那是因为他德不配位。我学了10年医，才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他凭什么？放肆！院判一职乃是陛下亲自册封的。刘大人，你也看到，这个小丫头什么都不会，就算她懂些艺术，也仅仅是皮毛。说让这样的人去太医院当院判，说事后因为她的技艺不精，耽误了陛下的龙体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要是聪明，就让你妹妹乖乖退位让贤。咱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妹妹向陛下举荐我当院判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还有你们两个，不想死就去劝劝那个死丫头。如果以后被陛下发现她学艺不精，是靠坑蒙拐骗才获得的院判的，你们一个都脱不了干系。欺君之罪可是要诛九族的哦。难道小允真的是蒙的？我哪知道？但如果小允真是欺君，咱们都得死。哎呀！既然考虑了，就快点去劝劝那个死丫头，不然你们谁也跑不了。我们家金若身体尊贵，站不了太久。许清河，你居然怂恿我叔叔和婶婶，你怎么这么无耻啊？哎，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。他就算学到一点医术皮毛，也是从我这里偷的。我把他偷我的东西要回来，不是合情合理吗？快点说话，别磨蹭。没事儿，反正你马上就是院判了，我多等会儿也无妨。金若，你放心，我要是成为院判，一定不会忘记你。小允，你听好了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叔叔，就把院判的位置给我坐稳。臭丫头，我们两个的命可都交给你了啊！千万不要给我们丢人。叔叔、婶婶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小允。虽然我也搞不清楚小允怎么学的艺术，但是比起这个抛弃的软饭男，我当然愿意相信我自己的外甥女儿。人争一口气，风争一炷香。我就算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一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抢了我们家小雨的东西。哼！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这可是欺君。我们这叫分得清里外。没错，要是没有小雨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。哼，我们凭什么不相信他？要相信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！你们真是孺子不可教。刘大人，还不赶紧动手！我家小允可是院判，你们没资格撵他。就是。刘大人，他们这群莽夫不懂，但你一定要清楚，如果当初他是侥幸救了陛下，这样的人成了太医院的院判，以后必有大患。刘大人，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。陛下的抉择，我无权干涉。况且他不但救了陛下，也治好了我的顽疾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好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陛下驾到！拜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可算来了，他们是来闹事的。明明是你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小雨进宫的。陛下，这柳诗月她仗着救驾有功，她就恃宠而骄。我不过是质疑她医术不精，她的家人就对我出言不逊。我看他们明明就是做贼心虚。陛下，微臣之前眼拙，曾经和柳诗远的姐姐结为结发夫妻多年。微臣和她们姐妹二人生活多年，
以微臣的了解，柳诗雨绝无半点医术。上次救驾，估计是仗着之前从卑职这里学到的一点皮毛而已。陛下，许医生休妻也是因为柳诗允的姐姐，她人品不行。这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柳诗允的品行必然是不堪的。明明是你抢了我们小然的夫君啊！现在还要污蔑他呀！我说的明明就是事实。微臣请陛下明鉴。许星河，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陛下，你看，他们就是一群刁民。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他们给骗了呀！陛下怎么会？哼，年轻人就是喜欢异想天开。一个掌控天下的强者，怎么会被你们三言两语说服？陛下，我是真的担心您啊！当初如果不是柳院判，朕现在连站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质疑柳院判，就是在质疑朕。如果不是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朕一定会重重责罚你。陛下，柳诗允她分明德不配位啊！太医院太医10万人，吏目26人，医士20，医生30。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生，同柳院判简直云泥之别。你现在以下犯上，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吧？陛下，忠言逆耳啊！微臣虽然只是一介医生，但是寒窗苦读10余载。柳诗允不过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子，她凭什么担当院判之责啊？有的时候，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。你既然技不如人，就要学会跪着认清现实。朕的身体，朕自己清楚。朕愿意相信柳院判。还有我，柳院判有空再帮我正骨啊！陛下，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正己者若不能正己，岂能正物？我觉得许清和许医生不配继续留在太医院。你什么意思？软饭吃多了，连耳朵都被粘住了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被剥光了。你凭什么剥我的官？身为医者，当医者仁心，以德为先，而你却为了功名前途，抛弃与你结发多年的妻子。你这样不配为医，更不配为人。认准了，陛下！你要再敢多话，连太后也保不住你。肌肉，你帮帮我！你知道我多想留在太医院。哼！陛下，陛下开恩啊！你不能因为一个女子的一面之词，就剥了微臣的官啊！小远，我可是你姐夫，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你知道的。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考上功名，你不能毁了我的前程啊！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你当初狠心抛妻时，就应该想过今日的下场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他应得的下场。呸！活该！小然，小然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的前途功亏一篑。你这样的人，算了。来人，将他带走。等等！小雨，你后悔了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忍心对我的。陛下，既然要剥官，总要把他的官服留下。把他的官服给朕剥了。启禀陛下，柳院判的官服已经做好了。不要，陛下！院判的官服，快给柳院判更衣。是。清河，清河！别说啊，咱们小雨穿上这官服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哎，注意你的言辞。
咱们家小允将来可是要当院判大人的。是。小允，我和叔叔婶婶就不能陪你一起进宫了，你切记万事要小心。回宫。小允，听话。小允，记住叔叔说的话啊！小允，照顾好自己。小允，死丫头，别以为进了太医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哼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朕准许你进太医院，是看重你的医术，也是希望你能够想办法救治太后。太后身患宿疾多年，近几年愈发严重，太医院的太医只能够维持，不能根治。朕担心，再耽误下去，太后的……难怪当初皇帝会微服私询，看那样子也是为了给太后找大夫。朕希望你能够想办法救治太后。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，我要先看过太后的病，才能告诉陛下确切的答案。太后的凤体欠佳，不便被打扰。太医院有太后的脉案，这些年太后的凤体一直都是由苏太医打理，你可以去太医院和他商议定夺。苏太医，苏金若的父亲，许清河的老丈人。父亲，清河被剥光了。什么？许清河被剥光了？我也没有想到陛下会那么相信那个柳诗安的妹妹，她一个黄毛丫头，她凭什么当院判？一个小丫头而已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苏小姐放心，就算是院判在这个太医院，她也要看苏太医的眼色办事。没错，我们呐可都是站在苏太医这边的。院判大人到。高公公，诸位，这位就是新来的柳院判。高公公，你开玩笑吧？那小丫头才几岁，听得懂人话吗？哼，小丫头，这里可是太医院，可不是你玩泥巴的地方。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去！柳院判乃陛下亲封，你们难道想抗旨？柳院判，以后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便是。我要看太后的脉案。就你也配看太后的脉案？你看得懂吗？太后宿疾多年，我等都束手无策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小丫头，我们不会让你随便拿太后的凤体开玩笑。哎，这可是柳院判，你放尊重点儿。我们这院子还没打扫呢，那就麻烦院判大人了。还有，麻烦院判大人为我们沏一壶茶。你们放肆！哎，高公公，我们这是物尽其用。就是啊，就这么个小丫头，不让她打杂还能干什么？难道还真能看病？高公公息怒，并非是我等苛责，而是太后的凤体并非儿戏。不过他想看太后的脉案可以，但必须先把太医院百年未解的难题给解了。那可是太医院至今都没有人能够解开的难题。苏太医，你这未免是那难为人吧？哎，他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他也不配当这个柳院判。什么难题？很快你就知道。来这儿，快点。这是至损，他的穴道是人的3倍。每一个进入太医院的人都必须用银针点穴，让至损的翅膀微微震动。想当初我可是用了足足30根银针，还让他只动了一下。我也只用了25根。我父亲可是唯一一个只用了18根银针，就让这至损的翅膀震动3寸的人。小丫头，不是我们为难你，你如果能效仿我，让至损的翅膀微微震动3寸，我就承认你是太医院的院判。没想到太医院的人居然如此的笨，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难怪太后的病情耽误得如此的久。你在宫门前不是很能说会道，
怎么，现在成哑巴了？吓傻了吧？小丫头，以后出来做事啊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，以免到外面丢人现眼呐。我可以做到。我劝你还是别逞强，乖乖端茶递水去吧。啊！能够站在这里的人，无不是饱读医书，每一个都是从医多年，才能让至损微微振翅。你拿什么做到？吹牛吗？你们做不到，只能说明你们太蠢。你。我只需9根银针即可做到。连我父亲都需要18根银针才能让至损振翅，你使用9根能干什么？给这只至损挠痒痒吗？好了，小丫头，我们没有时间啊，在你这开玩笑。蠢货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不但蠢，还不自知。你大胆！目无尊长，你娘没教你怎么做人吗？千鹤跟我说过，他一直和他姐姐相依为命，爹娘早就死了。哦，原来是个有娘养没娘教的下作东西啊！你们身为太医，本应是京城医者的典范，可你们却被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困扰住这么久不说，你还有脸拿出来炫耀？陛下每年给你们的俸禄都不如拿去喂狗。什么？陛下之所以要为了太后出宫寻找大夫，因为他知道你们就是一群没有任何指望的废物。说大话谁不会？有本事你要至损振翅啊！哎，金若，他不过是在这逞口舌之快，他根本就不敢。柳院判那可是救过陛下的。哎呦，他是走了狗屎运而已。陛下洪福齐天，得天庇佑，自然逢凶化吉，关他什么事儿？我父亲当初用了11根银针，才让这只至损翅膀微微振翅。你用9根针，又如何能做到？能不能做到，睁大眼睛看看就知道。好了，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呢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扎了这么多，至损还是没有反应？高公公，一个女子来我太医院抛头露面就算了，但我绝对不允许像这样人品堪忧的在我太医院。还请高公公现在回去跟陛下说明情况，让他速速离宫吧。哼，高公公，我想你也看到了，他除了在这胡言乱语，一点真本事都没有。如果让这样的人留在太医院里做太医院判，恐怕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会沦为京城的笑柄。我手里还剩2根银针，你急什么？哎呦，你也知道你手里还剩2根银针？我刚刚仔细观察了，你所下针落的穴道，我都闻所未闻，可见你都是错的。我还是劝你早早死心吧。我说了，9针就是9针，只要最后2根银针落下，至损的翅膀立刻全部打开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高公公，您可是陪在陛下身边长大的，难道真有这样的人给太后诊治，把陛下龙体交到他的手上吗？陛下今天怎的突然心情甚好啊？朕啊，找到了能给太后治病的人，
心情自然大好。可是听闻那个人年纪尚小啊，年龄不是衡量所有事情的标准。他虽年轻，但心态沉稳，且医术和医德乃是朕亲眼所见。日后由他引领太医院，我大夏的医术定能重现100年前的辉煌。苏太医怕是误会了一件事儿，陛下让柳院判进太医院，并非是为了报答柳院判的救命之恩，而是陛下对柳院判寄予厚望。不如说的直白些，柳院判就是为诸位准备的大腿。诸位要是聪明，应该赶紧报警，而不是在这里无事生非。一个黄毛丫头，她何等何能？高公公，我看您还是别开玩笑了吧。苏大小姐，你看咱家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再等等，等他把手上的2根针都用完了以后，看你还有什么说的。只怕到时候无话可说的人是你。死丫头，你少张狂！好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玩。如果你能让至损振翅，我就跪下磕头，承认你是院判，从此绝无二话。只要你不怕丢人，我没问题。哎，小丫头，你还真敢答应？就怕你现在答应的多痛快，一会儿就死得多难看。我父亲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凭什么做到？你以为你是谁？金若，我刚刚说的是，如果你能做到，但是如果你做不到呢？条件你随意开。柳院判不可。好，落子无悔。既然说到，就要做。我们也不为难你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就主动去跟陛下辞官，站在我们苏家门口跪满3天3夜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自不量力的下场。可以。柳院判不可莽撞。放心，我既然敢说，就一定能做到。还嘴硬，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动了，真的动了！我看这至损的翅膀震动都不足半寸吧。急什么？我手里还有1根银针呢。你接连下了8根银针，也只是让至损的翅膀震动半寸，还剩1根银针，能干什么？至损的穴道经脉再多，只需8针方可全部打通。待最后1根银针落下后，至损便可彻底展翅，如复生翱翔。我看你就是在胡说八道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我今后绝不会踏入太医院半步。真的有人可以做到仅用9针？不可能的，他才多大？就算真的懂医，又有多少的阅历？你们看，这至损的翅膀都落下来了。你就这么点本事，还敢说让这个至损彻底打开翅膀，展翅翱翔？哼，你不把至损摔死就不错了。柳诗远，我知道你嫉妒我抢了你姐姐的夫君，如果你想借机报复我，那你就拿出真本事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会和你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姐姐一样，成为整个京城的笑话。柳院判，你不会真的失手了吧？至损经脉穴道盘根交错，确实比人体更难掌握，但无论再复杂的经道穴脉，都可以一针定乾坤。怎么可能？我看你就是在白日做梦。你别光说不做呀！你有本事把最后1根银针落下来给我们瞧瞧。对啊，你要是真能做到，那我们都服你。啊！这真的是至损振翅，一飞冲天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
可不可能不是靠嘴说的，而是要用眼睛看的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？重要的是，他只用了9根银针呐！这简直是奇迹！咱家没有想到，在咱家有生之年，还真能看见这至尊展翅。陛下要是见到，也会很欣慰。毕竟，这可是太医院100年之间第一次有人做到如此。我父亲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凭什么？你一定是作弊了！你今年3岁？你说什么？再是错综复杂的脉象和穴道，其实都是相辅相成，所以疏通经脉就应该步步为营。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作弊，就是没想到一个小小年纪的女娃娃，竟然能够将银针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啊！不可能，他没有作弊的话，怎么可能做到？父亲，您说话呀！他一定是作弊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给我查！一定要找出他作弊的证据！卑职参见院判大人。你们，刚刚是我们眼拙，还请院判大人大人大量。日后卑职必当虚心听从院判安排，绝无异议。苏莲，你女儿小事不起，我就当她不懂事。但你年纪一大把，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是要……父亲！高公公，今日我身体不适，无法继续问诊，恕我先行离去。父亲！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人请你走？你敢撵我走？我可是太后亲外甥女，但你并不是太医院的人。高公公，你就任由一个小丫头片子对我不敬。刚刚可是苏小姐说的，要是柳院判能做到，苏小姐就再也不踏入这太医院一步。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我可以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。你们居然敢帮着他们，你们可知道后果？我们身为太医院太医，听从院判大人吩咐，也是分内之事。那苏大小姐也应该言而有信才是啊！还不走？你别得意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！虽然过程有些波折，但咱家还是要恭喜柳院判上任了。算不上波折，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。咱家这就将这个好消息禀告陛下，也请柳院判速速准备。想来陛下很快就会让柳院判为太后诊治。把太后的脉案拿来。怎么？柳院判，太后的病非同小可，都不应该称作是病了，应该叫沉疴宿疾。太后的病很严重。从脉案上看，太后的病确实不算轻。如果麦师祖还活着，该有多好！麦师祖可是医术传奇，可惜呀，几千万年前他就……麦师祖哪位？麦师祖丹字节，他是我们所有学医者的老祖宗啊！他们说的人，该不会是我吧？据史料记载，麦师祖活着的那个年代非常夸张，说是有什么会飞的铁鸟，还有可以日行千里的铁马。就是可惜呀，千万年以前，有一种灭世的武器毁灭了那个时代。他们说的难道是核武器？所以现在的时间点并不是在20世纪之前，而是在20世纪之后，末日重启的未来版封建王朝。听说龙须针可以延年益寿，要是找到刘家后人拿到龙须针，也可以为太后缓解宿疾。
听说刘家的老祖曾是麦氏祖的关门弟子，那套龙须针就是麦氏祖曾亲手打磨而出的。刘家隐士也是为了一心一意，想要守护麦氏祖的龙须针。你们说的是刘畅？啊，没错，刘家的老祖就是刘畅。柳院判，你还认识刘家？何止是知道，他的针灸都是我手把手教的。柳院判，没想到你竟然知道这么多。柳院判，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啊！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位麦师祖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岳父是不是狠狠地教训一下柳诗韵那个死丫头了？就知道那个死丫头就是走了狗屎运，就凭她那点医术上的皮毛，还想做院判的位置，简直就是做梦！如果他是废物，你算什么？那我又算什么？父亲跟柳诗韵以止损针笞大赌，父亲输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柳诗韵她做到了？不仅做到了，而且只用了9根银针。这怎么可能？学医10载，还需25根银针，柳诗韵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这件事情传到了陛下的耳中，陛下定会尽快让柳诗韵给太后诊治。一旦柳诗韵真给太后治好了，日后太医院将再无我立足之地。我当初迎娶苏金若，就是为了进入太医院。如果苏林在太医院失去了威信，那我该如何重回太医院？如果我们能在柳诗韵给太后问诊之前想到治疗太后的办法，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柳诗韵什么事情了？你的意思是，自我进入太医院以来，一直跟随岳父为太后治病。这天底下没有人比我和岳父更了解太后的身体，而且前几日我已经调配好药方，只等岳父过目。你可有信心？当然。好啊，我果然没看错你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等着柳诗韵给太后诊治时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届时咱们可都是功臣呐。太后是父亲的亲妹妹，我的亲姨母，我这就派人给太后传话，她一定会准许我们进宫的。柳诗韵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你彻底跌入深渊。听闻皇帝找了个小孩子当院判，母后有所不知，那个小女娃娃医术精湛，儿子相信只要有她在，就一定能治好母后的病。皇帝怎么愈发糊涂了？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信得过？人就在外面，不如母后宣他进来瞧瞧。唉，皇上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哀家也不好说什么。传柳院判。微臣拜见陛下、太后。柳院判，见了太后和皇帝要行礼的。这就是皇帝说的院判。我看不过是一个没规矩的小丫头。这孩子才刚刚进宫，并不懂宫里的规矩。太后明显对我有偏见，应该是有人对太后说了什么。看样子许清河还是不死心啊。没关系，如果他还来找麻烦，我不介意按着他的继续在地上摩擦。行了，这个人哀家也瞧过了，皇帝就让他回去吧。母后，你总要让他先给您诊诊脉呀。皇帝信得过，哀家可信不过。况且已经有其他人向哀家保证，一定能治好哀家的病。母后说的是？苏小姐、苏太医求见太后。宣他们进来。见过陛下、太后。平身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小人特意来为太后治病。
许清河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已经不在太医院了。没错，你没资格为太后治病。我虽然现在已不在太医院任职，但是我的夫人乃是太后的外甥女，我的岳父乃是太后的亲弟弟，所以我今日是随同我的夫人还有岳父前来为太后分忧的。母后，许清河此人，皇帝无需多言，他到底是金若的夫君，怎么说都要比外人可靠。况且前段时间他随同苏莲一起为哀家诊治，哀家觉得他的医术尚且不错。陛下，太后的凤体这些年一直由微臣照料，在这里没人比微臣更了解太后的凤体。启禀陛下，前几日小人已在岳父的监督下亲自熬制好太后的药方，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丁点的差错。皇上孝心深厚，最希望看到太后的身体好转，不是吗？愿为陛下分忧，为太后分忧。恳请陛下、太后能给小婿一个机会。皇帝，不如就让他试试吧。母后，这……启禀太后，许清河此人忘恩负义，立令智昏。我姐姐辛苦供他读书10余载，可此人却在医术学成后，巴结上苏家，将我姐姐扫地出门。这样的人不值得任何人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。我就说怎么轻轻松松进入太医院，原来是攀高枝了。连结发之妻都能舍弃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休妻本就不是什么大事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罢了。况且柳诗然那个无知的下等东西本就配不上我，我寻找更好的，何错之有？陛下太后明鉴，小婿休妻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的大错，反而是他想为太后诊治之心，天地可昭，日月可见。太后您有所不知，清河近日为了调配这个新的药方，已几日几夜不吃不睡，还请太后不要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拿您自己的凤体开玩笑啊！皇帝无需多言，哀家已经决定让许清河一试。听见了吗？太后说不需要你，听懂了就赶紧滚，别杵在这里碍眼。陛下和太后在此，岂容你在这儿放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！就算太后允许你能诊治，你也没资格撵我走。你苏太医怕是忘了，我才是院判，就连你都要以敬语和我说话，更何况他了。苏莲，别说我没提醒你。若再敢以下犯上，别说打你女婿了，连你我都打的。请陛下准许我留在这里，如此就算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也可以第一时间为陛下和太后分忧。没错，我们得留在这里。谁知道你给太后开的药可不可靠？我们必须陪着柳院判在这里亲自为太后过目。母后，你瞧，柳院判年纪虽小，但心思细腻，考虑周全。算是吧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不死心的赖在这不走是吗？如果你们真有本事，我不会干涉。医者当以性命为首，没有什么能重要过性命。况且你在太医院多年，若真有本事，也不会将太后的病拖成宿疾。所以，我有理由相信你啥也不是。那不如这样，咱们来比一比，看看谁能让太后先完好如初，怎么样？我学医多年，又对太后的病情了如指掌，只要你敢跟我比，我就能踩着你重新回到太医院。柳院判，他们有备而来，你不能答应啊！太后的身子一直都是苏太医照料，许清河身为他的女婿，一定会赢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不会输。你个死丫头，是不是忘了你是怎么跟你姐姐服侍我这么多年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
你好像还给我打过好多年的洗脚水呢。对你好的人并没有错，只是你不值得罢了。你少在这跟我说什么大道理！说白了，你跟你姐姐两个人就是围在我身边服侍的两个奴才罢了。现在还想跟我比医术？好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放肆！你们竟敢拿太后的凤体做赌注！陛下宽心，小婿有绝对的把握，绝对不会伤及太后的凤体。至于其他人嘛，微臣就不得而知了。陛下，我绝不会拿人命开玩笑。朕对你的人品和医术还是相信的。既然是皇帝相信的人，那哀家就看在皇帝的面子上，允许他给哀家诊治一次。这死丫头，凭什么会得陛下的信任？哎，他毕竟救过陛下一次，陛下信任他也无可厚非，但这对咱们来说是好事。陛下越是信任他，一会儿就会对他越是失望。等到陛下不愿意再出面保护他的时候，你说你已经为太后煎好了药？是。只要太后服用，定能尽快恢复如初。还请太后趁热服用。母后觉得如何？哀家确实觉得身体舒畅不少，果然不错。只要太后每日按时服用，不出半年，定能痊愈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只要你承认你当初是诓骗陛下，并且主动辞官，我们呀是不会和你一个小丫头计较的。柳院判，你可别答应他们，欺君可是死罪呀！柳院判，他们哪里是不计较，他们分明是想要你的命啊！德不配位，就该罪有应得。不用惊慌，交给我就好。柳院判的医术我是见过的，我相信柳院判的医术。我们就在这里陪着柳院判，你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两个加起来，怕不是有100岁了吧？哼，居然对着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俯首称臣，你们脸呢？我看你们两个脑子是被驴踢了。看在同僚的份上啊，不如我给二位开一副药，回去好好治治脑子。给我取一根银针来。是，我没听错吧？一根银针做什么呀？自然是给太后治病。一根银针就想治病，我看你绣花还差不多。陛下，这分明是胡闹啊！你确定要用一根银针为太后治病？太后的脉案我已查阅过，一根银针足矣。朕就信你一次，但你切莫让朕失望。太后三思，万万不能让一个小丫头拿您的凤体开玩笑啊！哀家知道你是担心哀家，但哀家既然答应了皇帝，就不好驳了他的面子。不过，你要是敢蒙骗哀家，不但皇帝不会替你说话，哀家也会到时候将你当场乱棍打死。哀家这么抉择，皇帝应该没意见吧？全听母后的便是。你过来吧。母后觉得如何？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
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只是开始，后续还需要太后配合，才能药到病除。你需要哀家配合什么？还请太后出去慢跑刻钟。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不然我怎么听见柳院判让太后去慢跑？那要是这样说的话，那我也有幻听了，我也听见了。所以柳院判真的是大胆！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吩咐太后办事？太后凤体尊贵，平时外出都要坐轿子，你居然敢吩咐太后去慢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就是因为这样，太后才会久病不愈。唉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敢麻烦太后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恳请陛下太后将此人即刻处死。这就是皇帝给哀家找的神医。这孩子的医术，朕深有体会。要是没有他，朕现在也不会平安无事的活在这里。况且只是慢跑而已，并不会损伤太后凤体。母后的凤体已是儿子的心病，儿子也是希望母后能够康复。还请母后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暂且相信这孩子一次，可好？儿子这就亲自陪着母后慢跑。哎呀，那哀家就再听皇帝一次。小丫头，你最好是别骗哀家。只要太后按照我说的做，1刻钟后，太后脸上的瘀斑方可全部消退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是做不到，哀家自会跟你算账。陛下为什么会一次次的相信你？因为我有本事让陛下相信我，而你没有。你除了吹牛还会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1刻钟就能让太后脸上的瘀斑消失？你怕不是在做梦吗？这分明就是无稽之谈嘛！小丫头，我看你是白日梦做多了，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吧？你还是好好多读读书吧。哦，我忘了，你和你姐姐早就被扫地出门了，根本就没有钱读书。还有你们一群没有主见的东西，竟然被一个无知小儿牵着鼻子走！等陛下回来，我定要让陛下将你们降职。其实你们不用。柳院判无需自责，既然我们相信你，就愿意自己承担后果。没错，无非就是降职，大不了再重新考一次太医罢了。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，便做好赢的准备吧。那柳院判的意思是？难道柳院判的法子真的有效？就是白日做梦。你呀，还真是跟你那个姐姐一样蠢。1刻钟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死。都1刻钟了，陛下和太后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出什么事儿了？不会有事的。死鸭子嘴硬，就凭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过家家还可以。哦，你不会真觉得凭借一根银针，还有什么所谓的慢跑，就能治好太后的宿疾吧？如果太后的病真是那么轻易能治好，那就不会成为宿疾。那是因为你们太菜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菜？啊，我听清楚了，他承认自己就是个废柴了。这样，如果你真能治好太后的旧疾，那我就自己打自己，并且承认是我眼拙。如果你能治好太后，我现在就罢官退役。陛下跟太后回来了。趁你现在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答应向陛下举荐我当院判的话，那我就让金若替你向陛下和太后求情，怎么样？省省吧，你现在最该担心的是你自己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太后的脸。什么？难道那个小丫头的办法真的管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太后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医术竟如此了得。哀家按照你的办法慢跑了1刻钟，脸上的瘀斑消除不说，更是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刚刚太后得知自己脸上的瘀斑不见了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朕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母后笑得这么开心了。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啊！皇帝，哀家误会你了。是柳院判不负众望，是哀家以貌取人，险些害了你，更害了哀家。许清河，刚刚不是谁说的，只要柳院判赢了，就自己打自己，还承认自己眼拙。我还记得有人说过，只要柳院判赢了，就自己辞官来着。你们不过是恰巧蒙对了而已，没有必要在这儿咄咄逼人吧？有本事你也蒙，只要你也蒙对了，也可以咄咄逼人。陛下，太后，您见啊！我想太后应当是服用了我煎制好的药物，所以才见效如此之快。这此事与柳诗韵并无半点关系。哎，徐正河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没本事你还想抢功？哼！如果你的药真的见效如此之快，为什么提前不说？明明就是柳院判刚刚跟太后保证，只要慢跑就一定见效。哀家记得这句话确实是柳院判说的。没错，朕也记得。陛下太后，微臣刚才说不能立刻见效，是出于谨慎的心理。小人不敢在陛下还有太后面前妄言啊！恳请太后和陛下明鉴。果然没有最不要脸，只有更不要脸。分明是你先霸占我的功劳的，我不过是自证清白，有什么丢人的？你才学医多久，如何能与我夫君相提并论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承认的好，要不然等陛下和太后查清，你就是欺君罔上。这看来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看样子太后还是相信我们的。那是自然，太后和咱们毕竟是血浓于水。传朕旨意，责罚许清河自己掌光，剥夺苏联旗官职。陛下，小人冤枉啊！哀家虽然不懂医术，但哀家自己的身子自己还是清楚。刚刚服了你的药，虽然有所感觉，但不甚明显，反倒是柳院判给哀家施针后，哀家感觉这身子从未如此的畅快。由此可见，柳院判的医术名不虚传。陛下，医术不精可以虚心请教，而不是霸占他人功劳。做人贵在有低头认错的勇气和敢于承担的魄力，这些东西远比精湛的医术更为珍贵。陛下太后切不可被他人蒙骗的。你闭嘴！许清河，赶紧动手吧！下手记得重一点哦。我可没跟你们打赌。哎，你输不起不说，你今天还想出尔反尔？许清河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根本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对，没错。你说我们跟你打赌了，那谁能证明啊？还好我们打赌的时候，太后和陛下都不在。今天就算他们说破了嘴也没有用，只要我不承认，就拿我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作证。太后，哀家相信柳院判的人品。素莲，你愿赌就要服输。你和你的女婿，如果敢做敢当也就罢了，你们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陛下，不是这样的呀！
陛下，是他们咄咄逼人呐！看来你们还是不知悔改。来人！陛下，小人已经为您还有太后在刘家后人那儿取到了龙须针。你是说能让人延年益寿的龙须针？你少胡说八道！刘家后人都已经隐世了。龙须针是麦氏族的遗物，你就算真的拿走了，你也不会用。陛下密记，早些年间，小人偶然间和刘家后人结缘，并且他们看我医术精湛，于是将麦氏族的龙须针用法传授给我。只要我能拿到龙须针，为陛下还有太后施针，定能让陛下和太后去病延年，万岁千岁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，千真万确呀！刘家人已经在回宫的路上了。这件事情本来微臣想稍后再向陛下禀明，没想到中间就发生了这件事儿。而且，刘家后人已经隐退，这世间能为陛下和太后施针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所以还请陛下和太后看在我一片赤心的份上，让我重回太医院。你在威胁太后和陛下？我是在陈述事实。不过龙须针确实有你说的那些功效。当年我研发出来的宝剑针法，没想到竟流传至今。算你还有点见识。不过你怎么这么肯定？等刘家的后人来了之后，一定会把龙须针交给你，而不是我。老祖宗，我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好你师父的遗物，可如今太后病重，需要龙须针，我听到消息了，便无法坐视不理，还请老人家原谅我的自作主张。但日后我到了下面，见到了麦氏族，定会亲自向他老人家赔罪。老夫人，进宫的马车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交给你？你怕不是在做梦吧？刘家的老祖可是麦师祖的关门弟子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人家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千万年前，医术发达，麦氏族可是那个时代顶尖的人物啊！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懂一些医术，就能和麦师祖相提并论？算不上相提并论，因为我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他是吓傻了，都开始说胡话。恳请陛下开恩，让微臣继续在太医院任职，让小旭重回太医院。微臣和小旭定当为陛下的龙体、太后的凤体竭尽毕生所学。陛下，现在会用龙须针，可只有微臣一人。谁说只有你能用龙须针了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刘家后人已经隐退。我不是说的刘家后人，而是我。你？难道柳院判还认识刘家后人？按照辈分，刘家人见我应行大礼。你少在这吹牛了，你怕是连龙须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？麦师祖的徒弟，那是国宝级别的人物，哪怕是陛下见了刘家后人，也要礼让三分。你居然敢如此诋毁刘家后人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！我说的是实话。陛下太后刘家后人求见。等到刘家后人来了，我便将你说的话都告诉他，到时候有你好看。没错，刘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陛下一直对刘家的后人十分尊敬，如果刘家人想要惩治你，恐怕就连陛下也没有办法替你求情吧。给陛下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刘姐妹，龙须针您可带来了？麦氏族的遗物，
乃是我刘家拼死守护的东西。若不是陛下和太后的身体，我刘家绝对不会轻易交出麦氏族遗物的。只要龙须针在我手上，我便能顺利回到太医院了。当初你说自己是麦氏族的后人，我才答应教予你龙须针的用法，还希望你妥善保管，善用针法才是。刘前辈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麦氏族的龙须针发扬光大。许清河是麦氏族的后人，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了个这么个无耻后辈。你说什么呀你？我说刘家真是瞎了眼了，竟然把龙须针交给你这种垃圾。小小年纪不知礼数，这乃是我刘家的家务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过问。谁说我是外人？哼，怎么你不是外人？难道你还认识麦氏族不成？我确实认识，而且还算很熟。你少在这给我套近乎！你还认识麦氏族？你多大了？你拿什么认识啊？或许是我跟麦氏族有缘吧。就在不久前，他曾与我托梦，现在的一身医术也是拜他老人家在梦里所赐。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还要跟自己攀关系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怎么觉得柳院判两眼一睁就是编呢？据史料记载，麦氏族极其惜残，咱们刘院判医术天赋异禀，那麦氏族在天之灵托梦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我看你俩是傻子吧？一个小丫头片子的话，你们也能信？你说麦氏族托梦于你，证据呢？刘姐，他就是在胡说八道，能有什么证据啊？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打算跪下来求饶啊？你干什么？这是……竟然会在这里见到你，真是久违了，朋友们。我曾在家中画卷上见过麦氏族抚摸龙须针的模样，为什么这个孩子的神态举止跟麦氏族一模一样？拿过来！你什么身份啊？麦氏族的东西是你随意染指的吗？你还想在这胡言乱语到什么时候？我看你还是省省吧，麦氏族可不是你这样想巴结就能巴结得上你。我确实认识麦杰，谈不上巴结，不过是略懂医术罢了，便在这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。你要想认识麦氏族，起码还得早投胎个1000万年。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拿到了麦氏族的龙须针，不过没办法，毕竟我是麦氏族的后人，我可不像你只知道在这儿坑蒙拐骗。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为了一套针，不惜谎称自己是麦杰的后人。够了，看吧，刘前辈都看不下去了。刘前辈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套龙须针。这是刘前辈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能亲眼见到麦氏族抚针的画面，我相信你就是麦氏族托梦之人。刘前辈，你不要被这个死丫头给骗了呀！他跟麦氏族无亲无故的，麦氏族凭什么托梦给他呀？这分明就是无稽之谈。麦杰此人嗜辣不喜甜，因曾经做实验，导致右手无名指指腹有一个豌豆大小的疤痕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你所说的一切都与我祖上所记载的麦氏族生平所记对得上，看来麦氏族确实给你托过梦。起来说话吧。不知麦氏族还有什么嘱托？你放心，只要是麦氏族嘱托的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刘家都照办。刘前辈，
你就别管什么嘱托了，你就先看看眼前吧。刘前辈有所不知啊，这里有人想拿着麦师祖龙须针谋取私利，你给我闭嘴！刘前辈，我这次请您出山拿龙须针，真的确实为了陛下还有太后的凤体考虑，而且我回太医院也是为了更好的侍奉陛下和太后，而且这世间只有我会用龙须针啊！谁说的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也会用这龙须针啊？哎，金若，算了，她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而已，怎么可能会用麦师祖留下来的龙须针呢？子午清针，药石脉经，病在合脏，补泻法行。凡欲下针之时，先取六指之诀，须知经络病在合脏，用针依前补泻。他在胡言乱语说些什么？难道又在这装疯卖傻？你怎么了？他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说的真的是龙须针的口诀和用法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也想听错，但是他说的真的是龙须针的口诀和用法呀！你为什么会麦师祖的龙须针法？我是穿越到了一个小孩子的身上，但还轮不到你们在我面前耍大刀。这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既然你得麦师祖托梦，又懂得龙须针的用法，这套龙须针我刘家便交由你来保管和使用。刘前辈，您不是答应给我的吗？医术乃是救死扶伤的良药，不是用来爬高踩低的手段。你这种利欲熏心的人，不配得到麦师祖的真传。麦师祖的龙须针已送到，小人告退。还不跪下！太后，求您救救我们！既然愿赌，就要服输。你们既然是哀家的娘家人，就应该知晓做人要言而有信，不可丢了哀家的理念。静和，你这回就该自己动手打自己了吧？要狠狠的打哟，千万不要留情啊！陛下，看在微臣多年照顾凤体的份上，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恳请陛下让微臣继续留在太医院，微臣日后定当竭尽全力照顾太后的凤体。苏莲，一把年纪了，出尔反尔，你的老脸不红吗？朕念你侍奉太后有功，你自己辞官吧。微臣叩谢陛下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过几日便是哀家的寿辰，届时将你的家人接到宫里来吧。谢太后。你救治太后有功，可要什么赏赐啊？我的办法见效虽快，但还需服用知血草，巩固疗效半年，如此方可彻底根治。但一旦服用知血草，便不能停，不然不能治疗太后的宿疾，还会导致太后四肢失灵，终生卧床。母后且宽心，西域国盛产知血草，刚好母亲寿辰，西域国最大的药材商会抵达京城，届时朕会传召他进宫，买下所有的知血草。父亲，进宫之前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岳父息怒，我也没有想到柳诗远那个死丫头如此的阴险狡诈。
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，那麦氏族怎么会给他托梦啊？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那个死丫头，现在在太后陛下面前身受信任，长此以往下去，别说回太医院无望了，只怕太后和我们的亲情逐渐淡薄。绝对不能再让那个小贱人得意下去。我倒是听说一件事情，在慈宁宫门口，我听见那个死丫头说，太后日后必须服用知雪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能赶在西域杀人进宫之前花重金买下所有的知雪草，那么这个死丫头就没有办法给太后治病，到时候太后病重，陛下盛怒，必然会降罪于她。而且，咱们可以趁着太后寿宴，趁机煽动陛下处死那个死丫头。没了这个绊脚石，太后定会重新信任岳父。届时，无论是我还是岳父，重回太医院，不就是个时间问题吗？而且还能重新获得陛下和太后的重视。可这太后的病情不就耽误了吗？现在我们没时间顾虑这么多了呀。没错，刚刚我们那么恳求太后，太后居然不肯帮我们说一句话。既然她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们无义。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外甥女可是院判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也是被陛下和太后邀请来赴宴的。进宫赴宴需要拿帖子，你们有吗？连拜帖都没有，还想入宫，真是异想天开。怎么到了哪里都能遇到你们？我们乃太后血亲，今天是太后寿宴，既然是以太后娘家人的身份来参加寿宴，你少得意。我们今天也是被陛下和太后邀请来的。你们这群臭鱼烂虾也配？如果你们真是邀请来赴宴的，那么帖子呢？小丫头，别仗着陛下夸了你两句，就自以为是。陛下不过是跟你客套几句，居然真的拖家带口来赴宴，哼，可真是自不量力啊！太后和陛下很重视小允的。就是。那你们怎么连拜帖都没有，进不去宫门呢？谁说陛下和太后不重视柳原判的？高公公，柳原判，诸位，请随咱家一起入宫。等等，他们连拜帖都没有，不配入宫。高公公，您还是赶快让他们都回去吧，看看他们穿的穷酸样，就算会去宫内，只怕也会被认作混进来的奴才。你放肆！柳原判及其家人乃陛下和太后亲邀。高公公，您就别往他们脸上贴金了。这陛下和太后能诚心邀请他们，就不会连拜帖都不施舍给他们了。陛下和太后确实没给他们下帖子，那是陛下和太后早早就嘱咐咱家，一定要亲自迎接柳原判及其家人入宫。让陛下身边大内总管亲自邀请入宫，这是多大的面子啊！连我爹都没有这样的待遇，他们凭什么？可不可能的？你不会用眼睛看吗？柳原判，请吧。一群下贱东西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，没必要跟那样一群货色生气。本来我只想送柳诗允一个人上，没想到他们全家一块主动送上，不介意让你们全家人一块去阎王殿报到。拜见陛下，恭祝太后福寿延年。都起来坐下吧。谢陛下。
你便是柳院盼的姐姐。民女见过太后。才刚哀家和陛下说起你，等日后有相当的人，哀家亲自为你指婚。民女谢太后费心。还有你们，养出一个好孩子，你们也有功。谢太后夸赞。启禀陛下，西域国商人正在门外等候觐见。快宣！宣西域国商人觐见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朕此番召你入宫，是想要买下你手里所有的知雪草。我西域国与大夏百年邦交，若是陛下需要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可惜有人已经提前买走了所有的知雪草。何时的事啊？就在我进宫之前，而且那位神秘的买家出手十分大方，以高出市场价3倍的价格，把我后面2年的知雪草也预定了。小允，你不是说太后需要知雪草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太后凤体急需知雪草，你可有其他办法？陛下，我与那买家已经签订了契约，且我西域国最重其信义，绝对不允许背信弃义。就算是陛下，也不能让我强买强卖。实在抱歉，没帮到陛下的忙。不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，除非是有人故意的。柳院盼有何吩咐？我听闻柳院盼给太后开的方子便是以知雪草为主。柳院盼给太后治疗的手段我查过，一旦开始用药，绝对不能停，否则会导致太后病情加重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如果你找不到知雪草的话，就是谋杀太后。你胡说！买不到药材，和我们家小雨有什么关系？神会心容，面面俱到，那是医者的基本的。如果连这都做不到，便不配为医。且太后的凤体尊贵，又岂能马虎？要我说呀，他就是攀附权势，根本就没把太后的凤体放在心上。说白了，在他心里，太后的凤体就是一块垫脚石。小允，咱们再换其他的药方不行吗？一旦中途换药方或其他治疗手段，太后必遭反噬。那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小丫头根本靠不住。拿太后凤体当儿戏的人，必须严惩。陛下，这些年我为太后诊治用的一直都是温和的方子，虽然效果欠佳，但稳妥。可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，居然敢给太后用如此激进的手段来治疗，分明就是不计后果的急功近利。我们家小允不是那样的人。哦，是吗？如果他设想周到，那么就不会让太后无药可用。陛下，日后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我和岳父大人都会尽力治疗太后的宿疾。但是柳诗雨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在这里。像他这样急功近利的人，日后怕是还是又会花言巧语来蒙骗太后您呢。恳请陛下下令严惩柳诗雨。陛下不能再心慈手软了。你们是想要朕处死柳院盼？太后身份尊贵，深受大夏百姓爱戴，只处死一个柳诗雨，恐怕难以平息众怒，还请陛下下令满门抄斩。陛下，此等祸患必须斩草除根呢。这就是某些人不自量力的下场。这就是你仗着芝麻绿豆本事猖狂的下场。
多亏你早就跟他们撇清关系，要不然迟早受他们的牵连。我也是看清了他们伪善又无能的嘴脸，所以才这么果断跟他断婚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忘恩负义攀高枝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一群莽夫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，省点力气吧。没错，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剩下等死。谁说我们只能等死的？小雨，难道你还有其他办法？你是说，哀家就算不服用止血草，也能救命？快把你的办法说来听听。陛下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在为他的贪生怕死找理由，不想为他的莽撞无知负责任。还以为多大义凛然呢，原来是贪生怕死的鼠类。生死面前，没有谁能做到真正的坦荡。况且这件事情又不是小允的错，不是他的错，还能是谁的错？如果不是他急功近利的话，太后又怎会落得无药可医的境地？太后，陛下，这一家子都是胆小如鼠的人，这样的人比起可恨更无耻。恳请陛下速速决断，不可留后患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没错，太后的药绝对不能更换。陛下，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，足以可见他已无计可施。死丫头，你现在没有花招可以耍。就一个黄毛丫头，能掀得起多大的风浪？你急什么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就算让你把话说完，又能怎么？太后的药虽然不能更换，但我没说不能用其他的药材代替止血草的药效。你现在还在骗人！我已经查阅过所有的医书典籍了，止血草的药效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任何一种药材可以代替。没有不代表不能调配。调配是什么意思啊？调配就是将各种不同的药材进行溶解，达到自己所需要的药性。不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能够调配药材的只有麦氏族。调配药材的技艺应该早就已经失传了。死丫头，你是被麦氏族给托梦了，又不是附身了，你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你不过是恰巧梦见了而已，真把自己当成麦师祖了。麦杰就是我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我看你呀，是真疯了。陛下，你可不能再被这个小丫头蒙骗了呀！请陛下将他们速速处决。你们这么着急杀我，是真的在担心太后的身体，还是担心我真的做到了让你的计划泡汤？你少胡说，我能有什么计划？我们当然是担心太后的凤体。既然担心太后的身体，就应该让我尝试。如果我做到了，太后就有救了，不是吗？好，那就让你试。调配药材的手法失传已久，我看你如何才能做到。你真的打算让他试？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药物之间虽然相辅相成，却也相生相克。想要掌握其中精准的度量，难如登天，不然也不会失传这么久。除非他就是麦师祖，否则他绝对做不到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他作死。为了太后的凤体安康，我们可以让你重新调配药材，但是如果你失败了，你就要承担所有后果。你想干什么？恳请陛下当场下令，满门抄斩！你这么狠毒，但是生儿子没屁眼儿！你好了，世间的万物都需要付出代价，况且太后身患宿疾，陛下乃是一朝的天子，一个黄毛丫头何德何能，能让陛下和太后陪她浪费时间？叔叔婶婶，我这就恳求陛下让你们现在出宫。小冉，你和小允还留在这里，我和你婶婶怎么能走？可是有什么好可是的？咱们既然是一家人，就要共进退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我的耐心有限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的下贱东西！小兔崽子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全家血溅大殿！请陛下让人帮我准备长青、雨捏、辛夷、清代、半夏、沉香，以温水煮沸后，小火煎煮1刻钟即可。
可以，朕现在就派人准备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听错吧？我劝你们呐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他们在笑什么？虽然祥允刚刚说的那几种药材的药性很接近炙血草，但却并不能真的代替炙血草。那为什么小允还要？可能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吧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自暴自弃了？陛下，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。那些药材根本就代替不了炙血草。如果我偏偏就用那几种药材代替了炙血草呢？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，就给我等死吧！贱人！如果当初在宫门的时候，你让你的妹妹乖乖的让出院判一职，你们全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这就是你们犯贱的下场！干什么？哎呀，趁赶紧能摸的时候赶紧摸摸，不然等死了就要当断头鬼了。别说丧气话！你都说了，那药材不可能代替炙血草，难道还有奇迹发生啊？小允，让我去求求许清河吧，他怎么说我都没关系，只要放过你和叔叔婶婶就好了。该跪地求饶的应该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小允，这都什么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说这置气的话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做到？就凭你吹牛的功夫吗？哎，不要跟这个无知小儿斤斤计较，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死到临头，耍耍嘴瘾罢了。没错，无论他现在怎么努力，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。兔崽子，你死期到！小雨这是在做什么？一般的药不是由本人煎煮时，开药的大夫会在患者之前先行品尝，说白了就是检验药性。煎煮中药也不是马虎的事情，先放什么后放什么，煎煮多久都会改变药效的。哦，装模作样，你根本就做不到，在这尝药浪费时间。估计是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死丫头，不管你今天拖多久，都得死。怎么样，可以代替炙血草吗？哼，算你还算诚实。他这是糊弄不过去了，不得不说实话。陛下，此碗药虽然味道和炙血草相似，但实则性味浓烈。如果给太后服用的话，不但无法治疗好太后的宿疾，反而还会给太后的凤体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。那为什么小允她还要？调配药材太难了，小允还小，做不到很正常。啊！这么说，咱们的脑袋要跟着搬家了。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陛下，现在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部处死。小然好歹跟你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小然是谁？我怎么忘得一干二净啊？陛下，陛下单独喝下这碗药，确实会对太后的身体造成伤害。不过只要加上一剂药引，不但可以将所有的副作用消除，还能让这碗药彻底发挥出炙血草的药效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你不会该说这碗凉茶就是所谓的药引吧？没错，拿凉茶当药引？我一个不学医的都知道，这就是无稽之谈。死丫头，这里是不是坏了？你不能这么说，小允。你脑子也有病！还有你们脑子全都有病！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还一个死丫头在这里胡闹！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听说你在京城开了一家药铺，一年上门所收的诊金寥寥无几，还不如那街边要饭的赚得多。小允，要不还是算了。我和你叔叔这就去跟陛下说情。你放心，出了事情还有我和你叔叔啊！相信我。你呀，跟你姐姐一样丑，一样惹人厌。
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明明是个草包，还要装出一副很聪明的样子，实则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话。你不必白费口舌，是骡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清楚了。我没看错，真的把这碗凉茶倒进药里了。哼，无知小儿丢人现眼。你要不再去劝劝小允吧？事已至此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什么药引？半点作用都没有啊！哎，岳父言重，我觉得有改变啊，这味道变淡了。怎么样？完了！这下小命真保不住了。婶婶，是我和小允连累您和叔叔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死就死，反正咱们一家人也算是团圆了。好啊，这一家人都是疯子，竟然愿意赔一个赔钱货去送死。穷人就是命贱，毕竟他们穷的只剩下命。你们说完了？怎么，迫不及待想要掉脑袋？说完了就再去看看那碗药，我的药引应该见效了。什么见效？药引下入药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，现在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这么说，咱们还有机会保住脑袋？少在那里做春秋大梦，不过是一杯凉茶而已啊，真有你们想的那么神奇吗？死丫头，你还不死心是不是？我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为什么要死心？我知道你怕死，但是事实就是事实。没错，今天你死定了。要我死，你还没这个本事，你同样没有。叔叔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这药的药效跟知觉草一模一样。成了！哎呀，成了！小姨真的调配成功了！哎呀，小允，你太棒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在骗人。没错，一定是假的，假的。是真是假？你们亲自来尝尝，不就知道了？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这不过是一杯凉茶而已，怎么能将如此劣性的药效给中和了？这和止血草的药效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哀家的药可以继续服用了？你是如何做到的呀？难道是刚才那碗凉茶的原因？世间万物存在即合理，不但药物之间相辅相成、相生相克，食物之间亦是如此。只是很多人误入了只有药物才能发挥药效的误区，一味的想要找到极品药材，而忽略了最原始、最简单的食物本质。难道你在当初给哀家开药时就已经做好了其他打算？身为医者，当仁心仁术，救死扶伤，却不知面面俱到，统筹兼顾才是身为医者最基本的修养。好，精彩绝伦呐！炸火！你们接着炸火！天道好轮回，咱不饶过谁呀？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好，就算他柳诗远真的配出了药材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我们是因为担心太后的凤体，所以本能的提出质疑。那既然他做到了，那自然是最好的了。柳世允他本来就是太医院的院判，他能做到是他分内的事情，你们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从未见过脸皮像你们这么厚的人。你怎么能打人呢？王八蛋，我给你赔给我！
虽然我现在无官无职，但是我的岳父、夫人都是皇亲国戚。你们若敢再对我不敬的话，我饶不了你们！许清河，闭嘴！你再说话连你也打！小丫头，今天算你侥幸逃过一劫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皇室豢养的看门狗，而我永远可以把你们踩在脚下。死丫头，你跟这些下贱的家人说，以后他们再见你，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！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灾。说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奴才已经查到是谁买走了全部的止血草。你是何时开始调查的？回陛下的话，是柳原判觉得有人突然买走全部的止血草太过蹊跷，便让奴才带人出宫调查了一番。难怪柳原判如此心细。告诉哀家，究竟是谁敢跟哀家抢药？回太后的话，买走全部止血草的人就是苏家。果然是你们！好啊，竟然是你们呀！我就说你们刚刚咬着我们家小允不放，原来挖好了坑，等着把我们小允推进去呢！哼！这无论是太后，亦或是小允，这都是无辜的人命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心狠手辣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这轮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们就是污蔑。那些止血草都被藏到了城外隐秘的库房，无论怎么搜查，也绝不可能找到那些止血草。只要没有真凭实据，就无法给我们定罪。陛下，那高公公跟柳家关系密切，一定是受了柳家的好处，故意陷害我们的呀！陛下，对，陛下，一定是因为我休了柳诗然，柳家人对我怨恨在心，所以连太后的血缘至亲都一起诬陷啊！太后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以为随便说说就能把屎盆子扣在我身上？启禀陛下，太后，奴才已经找到了全部的止血草，就藏在苏家城外的库房中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些止血草是我亲自带人藏的，绝对不会有人看到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你是怎么做事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找得到！咱家确实没这个本事，是柳院判给咱家提了个醒。又是你！止血草遇水发光，所以我只需要让人查找时全程洒水。想要找到那么多止血草，不是轻而易举？放肆！你们如此放肆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敢拿太后的凤体做儿戏？陛下，一个臭丫头何德何能当院判呢？我只是不希望陛下再继续被这小丫头蒙骗呐。柳院判年纪虽小，却成熟稳重，医术精湛。再看看你，唯利是图，见利忘义，你根本不配和柳院判相提并论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太后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是你的亲外甥女，救救我！你置哀家性命不顾时，可曾想过是哀家的外甥女呢？死到临头了，想起来求哀家，你当哀家是冤大头吗？小然，小然，看在我们夫妻情分上面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只要你替我求情，我立马休了他，重新迎娶你过门，好不好？许清河，你是不是人？许清河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他能这么对我们，就能这么对你们。小然，你不能看着我去死啊！你没什么让我值得留恋的。全部带走！小然，陛下，小然，是我的，陛下，不，太后，不是我的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是冤枉的，陛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今天多亏了柳院判，不然呐，立功就要论功行赏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哀家的义女，哀家就册封你为宣仪公主。从今以后，要是谁再敢欺负你，哀家一定不会放过。柳诗然，李兰原旨，
即册封为县主，封号和硕。叩谢陛下。太好了，这次我终于救了你。小雨，你醒醒！太医，小雨，快传太医！你醒醒，小雨！老师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老师，我们的实验成功了，正准备跟您庆祝呢，没想到您忽然就晕倒了。一定是我们平日里太让您操心了，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的。老师，您怎么了？我只是做了一个梦，一场弥补了我自己的亏欠，一场让我终生难忘的美梦。